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观众大家好。好，川习终于是通上电话了，那就对于这个川普来说可开心了是吧？等了136天哦，那央视证实，他说习近平今晚已经与川普通话。那央视的新闻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阐述哦。他们就是在昨天晚上8点多呢，有一则快讯，短短几个字：6月5日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也就是应约啊，并不是主动打过去的，是应约，就是用这个短短一句话表达了中国大陆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哦。那白宫现在目前还没有多说什么哟，但是你看川普着急啊，自己社群上面要先发啊，抢先这个快讯。那他就说在真实社群上面，他说他跟这个习近平通话了1个小时30分钟，双方讨论了这个中美近期达成的贸易协议。通话过程对于两国来说有非常好的结果，而且他说，哎呀，习近平还邀请他跟第一夫人要去访问中国，他也邀请了习近平访美。那这也代表着这个谈话之后，是不是中美的僵局有解了呢？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讲说，美方应该要撤销对于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川普是讲，美方乐见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哦，双方团队近期将会展开第2次会谈。他自己又是释放了这个消息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第2次会谈哦。那再来 ，CNN 也分析哦，两个人先前一直没有通话，症结点不是在关税啊，或者是矿产啊、喷射引擎零件、AI 这些争端啊，最重要的是两人性格截然不同。川普是非常渴望跟对手直接讨价还价的，那但是这跟大陆方面的谈判模式是完全相悖的。根据呢这个前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官员描述呢，他们说与习近平开会和通话都得经过编排，几乎不留任何机会给偶发意外。但是川普就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哦，川普是想要伺机出奇制胜，深入探讨一些未曾达成共识的具体问题哦，所以你就是这么不确定性，那个中国大陆又是做事这么要求稳妥有把握的，所以就使得这一通电话等了136天才终于双方通上了话。那再来看到了这一场电话之后呢，现在目前看起来稀土是不是这个问题算解决了呢？川普提到两人进行愉快的通话，也关于稀土产品的复杂性应该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但是大陆外交部这一番话好像并不是呼应的哟。你看到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讲，我们呢这些出口管制措施是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不是歧视性的，也不针对特定国家，也没告诉你说就没问题了哟。他只说不针对特定国家，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这几天节目都介绍了，稀土出口管制现在已经有一套追踪系统的，所以他随时追踪一下，随时这套系统说，不能够走向哪里，是不是都还是这个作用仍然存在呢？所以可能不见得像川普想的那么简单哦。那还有中方其实并没有提到，就是他们的发表的这个声明是没有提到稀土这2个字的，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陆是并不想要松手这一个稀土王牌。可是川普可焦虑，因为这个稀土问题真的已经重重的影响到接下来这个美国的一些制造业，特别是在军工啊、汽车啊都需要稀土。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评论哦，讲说中方已经将美国逼入绝境了，那美国几乎是无路可退。这场贸易战不仅暴露出美国经济对于中国稀土矿物的高度依赖，更让美国在自身发起的贸易战当中自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也就是说，作茧自缚就是这一句话了。你自己要打这个贸易战，现在把自己给害惨了。那再来看到了哈佛也示警哦，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在生物技术领域正快速崛起啊，有可能会超车美国。虽然美国在 AI、生技、半导体、太空还有量子这些领域仍然是保持领先地位，但是中美在生技的这个差距是正在缩小，未来发展可能会迅速改变全球的竞争格局但其实也不光是生技领域，他刚前面讲的那些领先领域都有好
多专家在说，中国大陆到底差距多远？其实他们是不敢预料的，说不定都已经超越他们了。很多专家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评估出来确切的一个差距哦。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在军工上面，中国大陆跟以前做法不一样。以前可能会秀出来的一些武器啊，或是军备啊，都已经是人家讲说你看得到就代表不是最新的了。可是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些，好像还在这个测试阶段的。就已经让你看到了，是不是做法上面也跟以前不太一样？这是不是要跟美国来秀一些军事肌肉呢？比方说，央视曝光了东风5号的洲际导弹的参数，还有呢南北6代机齐现踪歼36战机的正面照曝光，以及9天这个无人机航母也是有这些消息，接二连三都在这一通电话前。陆续放出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讯号？不知道川普有没有读出来哦？这样子的会谈之前，一连串的军武曝光，跟以往藏着掖着的习惯大不相同。美国有没有收到讯号呢？我们来问一下邱老师。我从程序、内容跟后续3个部分来谈。先谈程序，在谈判上面，这次通话等于是双方为过去所产生的裂痕做一次修补的动作，所以呢，他在程序上面是美国主动希望能够川普跟习近平通个电话，而且是314起，等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时候习近平才点头，才有了这通电话。第二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依照川普的政治性格，他不按规矩来的，他可能在2个通话的过程里面突然奇袭，然后之后发布新闻稿。都会造成了困扰，所以呢，他们事前就有了非常严谨的会前会，也就是说大致谈什么样的提纲，有一定的框架。所以我们在这通通话之前，我们就看到了美国驻中国的大使跟王毅之间的会面。其实事前双方已经有了一定的敲定，而且。在2个通话以后，谁先发稿谈这个通话的内容，以前都是美国先发稿，但是这一次是由大陆的新华社先发稿，所以这是程序的方面，很明显的看出来，主动方变成是中方，而且上风的也是中方。接着我谈内容，川普为什么希望要有这通电话？因为川普蒙受了很大的压力。川普在第一次的类似日内瓦的会谈里面，当时候他就说希望中国能够撤除掉非关税的壁垒。当时所指的其实主要就是稀土的出口管制，而现在因为稀土，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已经非常严重的影响到美国的军工产业。美国的汽车业、美国的电子产业、美国的科技产业、美国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所以对川普来说，那真的是迫在眉睫，所以也没有办法去顾到他的软肋暴露在大家的眼光里面，他必须要用这一次的通话来打开这一个稀土出口管制的结。所以这一次就川普来说，他的重点是稀土管制。可是呢，就中方来讲，稀土是中方最重要的筹码与武器，所以事后美方所透露的说，稀土问题解决了，稀土问题没有解决，只是正准备开始谈而已。那到底你现在美方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双方准备下一波要进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呢。美方除了第一次瑞士的会议里面出席的贝森特，还有格里尔以外，又多了一个，就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为什么？因为要谈稀土，大家附带谈2个东西。美方当时候对中国有 AI 晶片的限制，一样是出口限制。美方对中国最近又有乙烷的出口限制。这2个限制。当然，跟稀土要放宽出口管制，当然要彼此互相
对等尊重的交换嘛。那另外来说，中方非常关心台湾的问题，所以在新华社的通稿里面，他把台湾的问题摆在很前面，但是美方的意见里面没有台湾问题。所以代表台湾问题确确实实是这一次大陆，尤其习近平愿意接这通电话，愿意打这80分钟电话的主要的核心议题所在。好，请教将军。邱博士已经把这里面关键点出来了。稀土啊，不是这样子这么简单开放的。稀土就算是开放，也分3个领域，每个领域给你谈。你高科技晶片你要稀土，那对不起，晶片你对我要放宽，对不对？你经济发展，你汽车业啊、电池业，你要我开，我可以开，看数量、流路、通路，这里面只要有一点点瑕疵，又可以管制住。最重要的是军武科技，稀土你美国要重新找矿产、设工厂。初炼、精炼到量产，没有8年到10年，你建不起这个生产链的，建不起来就代表你将来所有的飞机、大炮、飞弹，什么尖端武器的科技都不要发展，更不要谈6代机。所以稀土不是川普你一个人讲就稀土开放就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这是中国大陆手上握的最有力的一个牌，所以我讲。今天先破这个僵局，下面就跟你逐次来谈。那台湾问题更是中国很在乎的一个东西。刚刚讲了一个关键点，习近平为什么接电话？因为你已经先松口，台湾问题美国认为可以和平统一，有这么个论调。因为美国也有主战派跟主和派嘛，不希望跟大陆脱钩嘛，也很多像川普也不愿意去为台湾负责这个。防务的安全问题，他付的代价太大了，所以才有中国大陆把东风5这个老东西请出来。你看看它的威力是广岛的几百倍。我还只给你秀最早的40年代、50年代的东西。我现在有东风31、东风41、东风51，那些我还不给你看，那就是亮牌。你美国是靠军事的优势来压制我。什么第1岛链、第2岛链，这个在我眼里我已经破解了。我虽然不怎么讲，我也可以攻击到你美国大陆东岸、西岸全部笼盖。所以军方你不占优势，经济上你又被我卡到稀土这个关口，你美国经济要想发展吗？那对不起，对中国大陆所有的制裁管制，你统统给我解除。川普为什么急？他内部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美元弱势，关税增加，物价上涨，美债，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中国跟你抗，大家都在等，中国抗成功了，他们跟你美国有更大的交换条件，所以川普现在逼的是不得不低声下气打电话，我觉得这个谈判还早得很呢。一项一项来。你美国不是有管制？我卖给你邱毅东西，邱毅不能买给翟博士，不能买给谁？出口 authorize 我这个是查嘛，你卖到哪里去？所以这个稀土啊，是 piecemeal 一点的放，每放一点都要换到中国大陆要的东西，这才是谈判的精华。好，来问一下聂老师。OK， 那我们一样先谈稀土了哈。难道美国都没有产稀土？美国没有储量、没有产量吗？答案其实也是有的啦。那我们全世界呢，储量有1.2亿万吨哈，但重点是美国只有180万，中国呢有4400万，这个25倍、24.4倍倍数之多，那差很多。但储量不表示什么，还没生产。但美国极力生产呢，美国1年大概45000吨，但是中国呢27万吨，这样也有6倍。但重点呢，重要吗？产量多就好吗？也不重要。刚刚有讲到整个过程，它的加工精炼的过程，这就很重要了。美国没做到，中国的加工已经做到90%，已经就像那个晶圆呐，先进制程，三星在2022年砸了8000多亿，结果良率30%，被大家笑破大牙，就说笑话一桩嘛。三星就几乎 crash 了，Intel 也没追上。那
台积电不一样，用最传统方式也可以做到6、7成的良率，这个是问题，加工率。那再讲一下，就是当然稀土有民用这个材料太 material science 材料工太重要，民用、军用。现在民用，你现在汽车工业一些电池就已经缺到这样子，就加工加不出来，他们连工厂都要倒闭，那个都不知道怎么做下去了。这是民用，军用他更担心了。那我们在讲短期、长期啊，短期他就已经缺到这样，他更担心他未来的产量和储量问题。所以你觉得川普笨，他很聪明，他知道他不足之处在这。他一开始上任，你记得吗？格陵兰就打格陵兰，为什么要并他？他有150万吨。收过来，那也加起来330。他最近对蒙古有钱啊，外蒙古有300万吨。我跟你讲，只要有的他想去拿啦，除非跟中国谈好。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跟中国的谈判，100多天终于谈了。这两个个性就像刚刚主任讲，差很多嘛。一个真是虚华浮夸，一个呢是稳健保守嘛。你看得很清楚。中国在要跟你谈之前，其实说我们要谈，但3个条件。第一个，你如果去爬文就知道，第一个不要再常常诋毁我们，穿1.0版就一直常骂我们啊。第二个，不要出尔反尔，你要确定。他这次讲了一个叫做消极举措，我不知道是对第2个还是第3个。第2个要确定性，你不要出尔反尔。第3个很重要，尊重我们的政策，尊重里面包括我讲不好听，跟台湾有关的事件哈。所以我觉得上次在5月12号内瓦谈的那一次呢，其实有谈到，要不然的话，川普不会讲出一个叫 peace unification 这个事情。谈出来了，讲不好听，你这个就是消极举措。你一发现我们的缓审我们的稀土，你就开始又拿翘了，又开始不给我们了。我觉得这2个国家不管怎么说啊，川普永远是用一种商业交际的口吻啊，动不动就他邀请我的，我会再邀请他，将来还会再互相邀请，我跟他是好朋友，而且我们达到结果都很好，其实结果都不好，他希望好结果，但永远不好。他只说我们准备要谈稀土了。有谈吗？不太可能啊！我觉得现在就是为什么稀土呢？因为稀土太复杂化了，因为美国现在看起来在短长民用、军用，它的依赖性太高，因此它复杂化。所以稀土呢，你要符合这个中国讲了，他没有去让你挡你或怎么样，他是照着他当时谈判的规则，他说我有符合国际的这个通行，是你要的太急，你每次要的不是我们所谈的这样子慢慢给你的，所以他不能接受，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主要的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川普跟马斯克啊，兄弟情现在变塑料情哦，就真的是翻脸了，已经正面开战，而且今天看起来简直是比这个戏剧还精彩啊！这已经撕破脸，撕到一种你不敢想象的程度哦。我们来看看这个川普直接骂马斯克疯了，不管用了，我要求他离开啊！曾几何时，他们曾经同台站在一块儿啊，2个人是彼此的最好伙伴，现在可以骂成这样子哦，还要求马斯克退出政府团队。那马斯克就痛骂这个川普说忘恩负义，就说没有我，你早就大选就输了哟。所以哇，2个人真的是互撕到不可开交。那现在甚至马斯克还支持说要弹劾川普，就说换范斯来接任。那这个白宫就回应啊，就说针对这个马斯克的举动哦，令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那除此之外呢，马斯克还丢出了核弹级的宣言。之前我们知道这个淫魔爱普斯坦啊，那个名单没有公布嘛，然后他就说是时候要投下真正的大炸弹咯，因为他是握有 X 嘛，所以他就在 X 上面开始抛出来，川普就出现在这个爱普斯坦的文件当中哦，而这些文件没有被公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名字就在上面，还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呐。所以你说，哎呦，这个真的是比戏剧张力还要有戏剧张力哦。那反正现在呢，人家就翻出来当初川普讲的话，那时候讲说，哇，这样真的是太可怕了，怎么会有这些什么受害者身亡的什么阴谋论啊？结果自己被马斯克点名，那白宫还是又出来讲说令人遗憾，就这边也遗憾，那边也遗憾，那是不是代表说没有办法什么样的反驳呢？所以真的最亲近的人才是握有你最多把柄
柄的人。现在马斯克已经拿着这些把柄开始在反噬川普，真的看不下去川普的做法。那 FBI 讲说不予置评啊，可是你看 PTT 大家在吃瓜啊，在讨论哦，说马斯克不怕这个 CIA、FBI 暗杀他吗？现在撕破脸撕成这样子，马斯克还要去弹劾川普哦，还支持弹劾川普哦，那不怕这个川普这个对他不利嘛？就是你知道这个大家知道美国人可能下手也挺狠的，所以现在这个川马塑料情。演变到什么样程度呢 ？BBC 就有讲说马斯克啊，恐怕因为呢这一波这样指控川普啊，导致他接下来企业市值重挫而元气大伤，因为可能政府的合约就会断掉，而那川普呢也会因为失去金主撑腰，现在党内出现裂痕而政治受挫，所以他们两个互撕的状况下，恐怕两个人都会身受重伤哦。毕竟这两个人的报复心都很重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看一场这个世界级的大戏哦。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直接反映出来，特斯拉的股价在周四就暴跌了14%，那市值蒸发掉了1520亿美元哦。所以这个跌破1兆大关以下，所以这也创下这个特斯拉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那马斯克自己本身的身价则是快速的损失缩水了340亿美元。那再来看看，在他们互撕之下，还有这个中美的科技战也在进行当中哦。那辉达就在讲说啊，现在因为川普的种种限制啊，使得很多本来辉达里面的一些 AI 人才啊，现在都转向去到了华为了。那根据报道啊，其实中国大陆在2019年，全球1/3的这个高端研究人员其实都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一边哦。那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成长已经到了全球的1半了，这个数据快速成长，这短短6年之间。那华为还不断的在挖角这个各方好手哦，所以这样子看起来，这个中国大陆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哦，不是你这个美国用限制的方式就能够阻断的呀。那这辉达也提到，他说如果这个限制持续存在的话，恐怕呢难以在中国 AI 市场里面竞争，甚至还增加了就是辉达可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占有率快速下跌的一个风险。那华为接下来在11号这个过2天就要推出新款的 Pura 80的手机，那这也是选在跟这个苹果同一天来打对台哦。但现在看起来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些预购单已经有14.1万人抢先预购了。所以华为这一波来势汹汹，可能也是一种复仇川普的做法吧。我们来问一下邱老师，川普之所以能够2进宫，他底下就是3组人马，第一组人马是川普的嫡系人马，他的老人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现在白宫的幕僚长苏珊威尔斯，另外呢，像提出关税战的纳瓦罗，还有提出了海湖庄园协议的那位米伦，这是他的老人。但是另外还有2个系统也非常的影响非常大，一个就是马斯克代表的矽谷的科技界跟资本界，他们共同拱出了一个人叫范斯，现在担任副总统，很可能成为川普的接班人。那第3个就是华尔街的金融界，华尔街金融界现在最得宠的人大概就是财长贝森特，另外像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是属于华尔街的金融界的人物，就这3组人马。可是因为川普所提出来的三个政策，上任以后3个政策，一个就是要马斯克去裁员减并。马斯克本来以为说裁员减并就是要减少财政赤字，但是结果发现不是，川普是把他当成打手，用他来铲除他的政敌，反对他的人。好，那接着就是关税战。关税战基本上违反了自由贸易的法则嘛，这对于马斯克，对于科技界，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好，那最严重的导火线，就是因为川普提出了所谓的大而美的方案嘛，这个大而美的方案就是一个劫贫济富的方案，而这个方案一施行，当然连马斯克自己的特斯拉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那科技业更不要说了。
所以这时候马斯克已经忍无可忍的，他其实在关税战的时候已经发出了他眷群想要离开政府效率部的一个说法，但是川普没有理会啊，照干不误啊。好，那等到大而美的法案出来的时候，而且在众议院215对214通过，到了参议院了，这时候马斯克紧张了，所以马斯克就翻脸了。基本上，马斯克相对来说当然也算是中年狐狸啦，但是马斯克基本上还是有点理想，有点热血的，所以他看到川普这么胡搞，他当然受不了啊。而且川普旁边一堆马屁精，你看看川普在那个就职的时候，在国会里面演讲的时候，每讲一句话，下面的共和党议员就起立就鼓掌。我给他算了一次，起立的次数200多次，200多次。那很多人到了回家以后都腰酸背痛的，所以在这种跟一堆马屁精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对马斯克来说，在白宫开内阁会议的时候，他们是跟卢比欧之间发生了口角嘛，对骂嘛。而川普很明显的是偏袒卢比欧，这个对马斯克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马斯克会跟川普 say goodbye， 其实是很自然的。但是马斯克又是一个有点冲动的人。所以他就在 S 平台里面开始开喷，但是开喷里面最严重的就是刚才讲的小罗利岛的问题。在罗利岛，大家以前都说，克林顿有去啊，奥巴马有去啊，然后这个英国的安德鲁王子有去啊，好多名人都有去啊。那大家说，那最风流、最好色的川普有没有去啊？川普当然有去吧。这一次马斯克把整个视频都公开了，大家都看到川普在那个地方跟那些未成年的女子载歌载舞，多快乐。可是罗利岛的问题涉及到的更要命的地方是，好，这是非常，这绝对到后面会有一连串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本来司法部长那个女检察官出身的邦迪，本来要查这个案子的，后来发现不能查，看到档案之后不能查，查不下去了，所以只好把这个案子搁置。但是这个主谋那个淫魔爱波斯坦呢，又在监狱中莫名其妙的死掉了，很明显被灭口，所以他一提出了罗利岛的问题，那正好是打中了川普的死穴，他当然紧张了，所以两个人现在已经完全撕破脸了。好，聂老师 OK， 那个刚才我觉得我们邱毅把有那个马斯克现在的心情讲得非常清楚。我这样讲好，因为他分析到几个重点，我再用我的角度讲一下。就我们都知道夫妻吵架在家里面吵就算了，可是为什么会吵到全世界台面上？这表示他们非常之严重。而且是全世界最高的两个政商人物啊！我觉得第一个，你会发生这种事一定不是利益受损，就是心灵受伤嘛。所以刚刚讲到几个，真的是因为斗局的时候，他的确用他的数据，用他的科技看到了美国乱花钱，他的确是有理想，做了这个整个动作，他发现被骗了。你搞到最后，你还去花钱乱花钱等等的，他觉得这不是他原要。第二个，刚刚讲中情内阁，你跟之前跟拉帕罗也吵过架，跟路比伦也吵过架，所以。在心灵上我支持你，你却这样做，他当然不爽。第三个，刚刚讲到了这个心理也受伤了，这样利益也就大而美，他受到他自己的，你知道马斯克他自己的这个产业受到重创。我们时间有限，我就是说，所以他们今天骂到极端了那我先讲，当然刚刚也讲到这个淫魔这个 Epstein 这个人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人，因为他其实蛮厉害的一个投资专家嘛。他以前在 Boston 是操刀的，很厉害的一个人。当然他在2008年为什么被判呢？就在这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这个强迫卖淫那些等等事情被判了18个月。我觉得这个事情变成马斯克也是一个，他认为在你选的时候，我用钱支持你上的那么现在呢？你还有东西在我手中，所以马斯克底气比较大。那我觉得他可以大声的讲说我要怎么样，你就要照我的这个。所以川普只能讲一句话：你疯了。他旁边中间那个不知道李维特7岁的人说：“
哎呀，这个好像有点遗憾。那 FBI 也不予置评，因为他们也不敢得罪两边。不过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是川普最后会是让步，因为毕竟我觉得马斯克所握到的权柄比较多。因为川普现在有点嚣张，他会慢慢反省自己，觉得有些要让步，就跟他跟中国一样，可能也会做跟马斯克让步的动作。好，将军，这两个人呢都是商人。马斯克是一个经商的天才，凭自己的努力，凭自己的这个作为赚到今天的地位。川普是一个靠破产、漏税，这个商人就可以比在奸商的一流。这两个怎么会合在一起呢？是因为大家都看到美国每1-2年就政府发不出薪水了，外债也快到期了。这个实体政府里面的贪腐太厉害了，所以马斯克说要削减这个开销来拯救美国的经济，是这个理念两个合拍的。因为这个理念当初川普也是叫出来的，所以马斯克为什么骂他忘恩负义？选举说我每天去主持那个演讲会，提供100万奖金啊，多少选民是为了那个去的。好，选上了，川普啊，两个好到什么程度啊？连儿子都可以带到白宫，通家示好，在海湖庄园的隔壁，天天蜜里调油。可是，在执行的时候，今天马斯克，我讲他是个天才，小召集几个人，高中毕业、大学的生，把联邦政府所有的弊端挖出来，不知道多少。照理讲，这个就是削减预算、缩小开支的一个方法。结果你川普呢，打关税战不说，反其道而行，还搞个大而美丽的法案，把该抽税的有钱人降税。那你10年下来，你要损失3兆。马斯克被挨打、挨骂、被烧汽车、被砸，才给你省了1700亿美金，那不是反其道而行吗？所以这个时候理念不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分手了。那这个护士啊，今天你不要小看马斯克哦，他有一个 X 的媒体哦，对，他这个粉丝很多哦，加上他前面那个道具那些好手很会挖呀，对，祖宗8代的事都给你挖得出来啊，那个嫖妓的那种丑闻，那当然是有嘛，所以这个问题这么一搞，你想美国能够团结起来吗？我觉得川普比慈禧太后还厉害了，跟全世界宣战。对，关税战不是这样吗？现在碰到中国的暗查，跟你一杠，你只要这次妥协了，你的关税，全世界的关税就出问题了。马斯克在内部，参议院里面也有马斯克养的，所以这个法案过不过还很难说，对不对？后遗症还很大的。把新闻做大才能够刺激的议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基建狂魔是不是美国跟印度也都想当看呢？但是交出来的成绩单确实不漂亮呢。像是美国呢，他们加州的高铁就是搞了半天，搞了15年，但是是不是又一场空啊？我们来听听。California high-speed rail, no viable path. We just released a report, 300 pages today, about how bad this project actually is. 15 years, $16 billion, not one high-speed rail track has been laid. The wast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high-speed rail, but we're having real issues of whether this high-speed rail will actually be built. 对，想要让美国制造、美国建设，恐怕现在看起来成绩单并不好看哦。印度同样也是负债了350亿美元，那他们要扩建高速公路，那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大力扩建促进经济成长，来缓解城市交通的拥塞还有污染问题。但是呢，根据这个日经亚洲的评论报道，目前光是扩张的速度呢，已经让印度的公路管理部门负债了350亿美元。从2014年的财年到2022年的财年其实他们的债务增加了14倍。可是现在看起来
并没有什么样相对应的这个成效，负债累累啊。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都现在已经有这个宣讲团了，除了印度有派出了7个宣讲团，巴基斯坦也都出发了，而且现在他们是前往华盛顿。那华盛顿的官员呢，也是接见了这个双方来听听看他们这个对于冲突的一些看法。印度的国会议员呢，这个是率领了他们的代表团去到了华盛顿啊，这位议员叫做夏希塔鲁尔。那巴基斯坦的前外交部长呢，同样也是去到了华盛顿，开始展开了外交角力战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不同党派的代表团他们现在在美国这边，印度讲说，哇，他们获得了强烈的支持啊。那这个国际社会对于印度反恐立场给予压倒性的支持。这个印度对于内部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他们说，你看，他们都不同情巴基斯坦，因为呢，这个巴基斯坦他们是恐怖主义啊。那印度的国会议员呢，他们就讲说，跟美国议员会晤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个印度是全力的支持跟声援，完全支持理解印度这样子抵御恐怖主义哦。那再来呢，巴基斯坦呢，则是被形容为捉兔高手，也是这个猎犬狩猎的高手呢。他就在2001年到2021年之间对美国所做的那样，将它精心设计成这个代理人战争。那他说这个是要从长远来看，中国其实才是印度的一个主要对手，巴基斯坦只不过是个麻烦，所以印度真正的要瞄准的对手其实是中国。那他们就讲说，这个巴基斯坦只是在这其中也算是一个绊脚石这样一个代理人一般的这样出来搅局一下而已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个巴基斯坦也是狠狠的在印度的心上就开了一枪，让印度真的心有点受伤那另外我们看这个中国大陆的第5代隐形机已经准备好要给巴基斯坦了并且要配备这个霹雳17的飞弹。那这一款这个 FC-31其实就是歼35的出口型号。换句话说，歼35A 是在去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面所亮相的第5代隐形机。那原本是大概预估是2026那个巴基斯坦才能买到，现在可能要提前就可以拿到了。那这个不只是巴基斯坦现在很喜欢买中国大陆的一些这样子的战机其实连印尼过去也是买阵风买标风就有不同的讲法啦。那他们现在也考虑要买歼10的战机他们说看起来这个性价比非常的好，价格合理，性能又优越，为什么我们不要买呢？所以真的是靠着这场印巴战争让歼10在全球彻底出圈所以印尼都要转向去买这个歼10。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媒体人他也说这具有风向这种指标的一个意义。印度是世界人口第4大的大国那近年来发展的势头也非常的强劲。如果连印尼都转向就是要去买中国大陆的武器的话，其实也有一个带动的效果。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怎么看呢？这个印度跟美国基建好像都盖不出来。基建盖不出来是有根本性的原因中国大陆为什么能够成为基建狂魔？第一个，政府的公权力很强，对不对？第二个呢，国家调度国家的资源来支持做这个基建，所以你公权力强，取得地皮没有问题，资金够，人才够，盖起来就快，而且不计成败。因为什么？盖高铁美国为什么盖不起来？美国盖高铁是商人，商人要算我投资多少，什么时候回收，赚不赚钱。我跟你讲，全世界的高铁只有很大的城市的交通的时候，它会赚钱。稍微偏远一地方，它一定亏本。你不信看我们的高雄高铁就是亏本的。所以在这2个原因下，中国大陆做得出来，美国做不出来。为什么？美国是私人企业为主，他也没有能力去调度国家的银行的资源来做这个事情。而且他也不会说不计成本，商人都是算我能赚多少。所以这个问题是基本上的问题。第二个，美国的工资贵跟浪费，那已经是超过你想象了。一个咖啡杯在美军可以卖到1750块美金，你能相信吗？所以这个问题基建的问题，印度为什么做不起来？印度有300多个土邦不听你政府的，你跟我要地，条件很多，或者根本不让。
你能盖出一条铁路是弯弯曲曲的吗？我绕过丘吉家，我绕过采博士家，不可能嘛。所以印度啊，而且它的基建的比我们想象什么海沙屋了，什么偷工减料的事很多，所以负债是很多，成绩看不出来。另外，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游说团呢，你可以看出来，巴基斯坦很巧妙。印度是吃定了，美国是反中的。你要搞印太合作，你一定要同意我印度，所以基本上美国会支持印度。那巴基斯坦这个外交部长讲的就很诡异了，他说我只是棋子啊，印度真正对手跟你美国对手是中国啊，不要针对我啊。那印度跟这个巴基斯坦为什么在美国很容易把它变成反恐呢？当初打宾拉登的，宾拉登就躲在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里面分很多啊，有塔利班，也有什么很多激进派的，所以巴基斯坦现在只有一个牢靠的背后就是中国嘛。所以中国很清楚啊，你要反制美国的印太，你又必须要武装巴基斯坦。武装巴基斯坦是全套的装备给你。我跟你讲，巴基斯坦的经济付不起所有的军购，中国大陆等于是贷款给你，要不要回还不知道，但是东西先装给你。歼10已经干掉你标风了，再给你歼35，更厉害。那个 PL-17的这个反舰飞弹呢，飞得更远。对，而且中国大陆，我常年看这些军售了，他给你是整套，美国给你是半套，还有很多附加条件。你要这样不可以？为什么 F-16这次不飞啊？巴基斯坦也不能飞啊，美国给你限制了。我以前在美国很多同学，他们也拿过俄元，也拿过美元，两边都拿。问说有什么区别？他俄元比较干脆一点，美元的附加条件太多。你就看出来了吗？是你给印度是整套了吗？印度偏偏也怪，全世界的武器都买，它可以当外国博物馆了，军武博物馆，不管用了。好，来问邱老师。在民主政治啊，尤其在选举政治、讨好政治跟民粹政治之下，你发生这种所谓的烂尾工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那印度更华而不实嘛。印度在华而不实的民族性之下，它这种烂尾建设当然更多嘛。但是我现在重点要来谈什么？我每次看到莫迪批评人家说哪一个国家是恐怖主义、是恐怖分子，我就觉得很恶心。莫迪自己就是印度教民粹主义者，他看到不是印度教的，他都说人家是恐怖分子。巴基斯坦因为是伊斯兰教为主体，所以在他的眼中，他就是恐怖分子，他就是被打压的。即使你所谓的巴塔，就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它跟阿富汗的塔利班还不大一样，但是原来都叫做神学式组织。他面对了这个巴塔，明明巴塔已经被巴基斯坦的政府列为恐怖组织要去打击的，但是他依然把这个巴塔跟巴基斯坦政府画上等号，然后却偏偏支持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团体，叫做俾路支人，还支持俾路支去独立。前几天不是俾路支省要独立吗？之后独立运动搞了几天以后，就无疾而终了。好，对这个现在已经大部分迁到加拿大的这个锡克教的人，他们原来准备在这个旁遮普省要独立的，因为他们一样宗教跟这印度教不一样嘛，一样被打压嘛，他一样被莫迪他们列为恐怖分子，害的这些人因为害怕被逮捕，害怕做黑牢，所以才要逃亡。结果锡克教的领袖，这个尼瓦尔到了温哥华，到了加拿大，他入了加拿大籍，他有一定的声望。你知道这一个锡克教的人在加拿大有多少？有77万啊，占了加拿大人口大概将近2%啊，所以竟然在温哥华直接被杀了。凶手谁？凶手是来自印度的特工，
经过调查的结果，背后跟莫迪有关，这就是加拿大跟印度为什么会交恶的原因。这一次加拿大要主持这个 G7 的会议，为什么不发邀请函给印度？为什么不给莫迪？就是这个原因嘛。当时候在卡尼前一任的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在 G20 的会议里面，在拜登的面前直接指控莫迪，你怎么可以派人到加拿大的境内，在温哥华去杀一个加拿大及印度裔的锡克教的领袖？所以你每次印度都要批评人家是恐怖分子，然后举起一个反恐的大旗，但是你自己印度在莫迪领导下，印度你的行为，你跟恐怖组织有分别吗？好，叶老师。好，我先讲这个军事部分哈。虽然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是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是，歼10你去查全世界的，你去科普一下，全世界世界战机，歼10排不上名的啊。他觉得在使命之后，他第4代好，号称第1代不错，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抢买？除了印尼，还有很多国家都考虑要买，对不对？重点就是不打不知道嘛，一试就知道。好，那刚刚将军也有讲，这个你今天要支持一个这个人家一些武器也好，或者一些设备也好，你要全方位支持，所以他可能把他的所有的 AI 系统、科技系统就全部配套给你。我觉得这样的一个fully support呢，才有办法支持这个国家在应对任何不管是战争或商场上能够赢很重要的部分。当然，印尼买歼10，当然可能 CP 值高嘛，它稍便宜一点。这次巴基斯坦，当然他知道这次现在这个有这个胜仗的这个出现了，他希望更稳健，所以现在要去买他的隐形战机，哦，这个不得了。当然，不管是歼20，据我所知，歼20是重型的隐形战机啦，歼30是中型的隐形战机。不管怎么说，霹雳15呢可以达到180公里，这个呢霹雳17刚刚也讲了可以更远。那巴基斯坦可能更稳定军心了，那印度当然可能未来在军事这个上面的这个认知战要怎么做，我们就要再观察了哈。最后我想讲一个高铁部分，这个其实我还蛮理解这一块的这个整个历史过程。当然刚将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中国高铁为什么盖这么快？第一个公权力够，第二个资金就是从2001年加入 WTO 开始，他们很快的外存马上突增。所以中国在2003年计划到2004年开始做提速的动作，当提速是200多公里1小时，后来一直到300多个400，最高是570的一个愿景。当然大家知道温州事件出了事情也有降速，不管怎么说，他们很快原来是4纵4横，就8纵8横，后来还盖了拉到欧洲，到了德国新杜斯堡最开始的渝新欧铁路11179公里，2011年，2017年拉了更远，从义乌拉到经过经济还到伦敦12451公里，这是一个壮举。坦白说，这个壮举美国早就看到了。美国一直在2004年他提出之后，绝对不能输中国。开玩笑，我们第一，2005年通过了高铁计划2条我当时最早知道一条是从洛杉矶有什么发财车拉到拉斯维加斯 ，no， 有一个叫加州高铁，大家可以去科普。从旧金山到洛杉矶计划是350公里，不能输中国。2007年通过了环评，到现在请问盖了没有？我觉得美国最好笑，当然我有分析原因除了资金够、公权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中国是这样，他们严定目标，他们是一段一段的，每10年从江泽民到了当然2003年胡锦涛以后，其实这个国家变得很有钱，那就2003年到了2013年，钱越来越快的时候，胡锦涛当时走提速，当然后来的所有的一带一路都是在习近平后来做的。我要讲是他们定的这个计划是有计划延续的，